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最近中文圈流传了很多有关习近平身体状况的说法，我不想就这些传闻本身进行评论，但出现这个网络现象的原因却一目了然。无论你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还是其他地区的华人，中共核心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对华语圈的巨大影响，无人能质疑。不过华语圈以外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他们的生活其实也在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影响下。今天我就来谈谈习近平对全世界发起的一场无形的战争。这场战争目前看两败俱伤，而战争的终结点大概率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杰克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盯着电脑屏幕，脑海中回想着刚刚收到的那封邮件。他所在部门的主管转发了他们公司 Cubic PV 高层的一份邮件。在邮件中，公司宣布说，由于中国产能过剩导致市场扭曲，我们不得不暂停德克萨斯工厂的生产计划。这对杰克来说意味着他即将失业。他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办公桌上一家4口的照片上，妻子莎拉的笑容，3岁儿子汤姆顽皮的表情，5岁女儿艾米丽天真无邪的眼神。这个让他平日倍感幸福的画面，今天却让他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愧疚感。杰克回想起2年前，当拜登总统提出气候法案时，他们是多么兴奋。那项立法承诺对清洁能源领域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免税政策和政府贷款，为像 Cubic PV 这样的清洁能源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希望。2022年底， Cubic PV 公司宣布在德克萨斯州投资14亿美元，建设用于太阳能板的硅晶圆工厂。作为一名资深工程师的杰克和同事们都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也正因为对杰克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杰克和莎拉决定让莎拉辞去工作，在家全身心照顾2个孩子。因此全家的生计都靠杰克在 Cubic PV 的薪水。然而如今现实却给杰克和 Cubic PV 公司当头一棒。中国在短短2年内几乎将硅晶圆产量翻了一番，远远超过中国自身的需求，过剩的产品因此大量涌入全球市场，导致硅晶圆价格暴跌 70%。 Cubic PV 公司根本无法与这样的价格竞争。杰克揉了揉太阳穴，开始更新自己的简历，同时思考着如何向莎拉解释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们刚刚贷款买了房子，艾米丽今年上小学学前班，汤姆也刚刚开始上幼儿园。他知道在本地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并不容易，大概率他们不得不为了他的新工作而搬家，放弃这里的一切。杰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德克萨斯州的阳光依然明媚。杰克凝视着远处，那本该耸立起 Cubic PV 的新工厂，现在这片土地可能会继续荒芜下去。当天下午，杰克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莎莉正在厨房忙碌，孩子们在客厅玩耍。他深吸口气走进厨房，轻声说，亲爱的，我们需要谈谈。画面转到远在千里之外的智利中部地区瓦奇帕托。今年53岁的 Felipe 低头慢慢走出瓦奇帕托钢铁厂的大门，手里紧握着刚刚收到的解雇通知。他在那里已经工作了20来年。同时在瓦奇帕托面对着太平洋深处，巨大的轮船装载着大量中国产的钢材，正在驶向南美洲的各个港口。正是这些价格极低的中国钢材，让 Felipe 所在的钢厂无法竞争，最终不得不关闭。智利政府前段时间也努力对智利的钢铁企业采取救助措施，例如提高钢筋和其他进口产品关税等。但让 Felipe 和他的同事没想到的是，就是增加关税，他们依然还是敌不过中国钢铁产品的低价冲击。菲利佩回到家中，看到妻子玛利亚正躺在床上休息。玛利亚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
已经无法工作好几年了。看到表情沮丧的弗利佩，莫雷亚轻声问道：“怎么了，亲爱的？”弗利佩坐在妻子身边，艰难地说：“工厂要关门了，我们工厂2200人都被解雇了。”莫雷亚惊讶地捂住嘴，眼中闪过一丝恐慌。他知道这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他们将立刻面临生存问题，因为他们多年来的积蓄因他的病已经几乎耗尽。可能有些中国人会说，商场即战场，残酷的商业竞争，有胜出的强者，就一定会有被淘汰的弱者。美国的捷克和智利的菲利佩只不过是不幸成为这场世界商场竞争的牺牲者罢了。但是在这场国际产业竞争中，胜出的中国企业和从业者的命运又是如何呢？7月29日，据中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显示，东菱集团宣布进入破产重整状态。这个东菱集团连续多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长期位列中国建筑钢材销量榜第1名。2017年成为陕西首家收入超过1000亿的民营企业。东菱集团的创始人李黑骥也是个传奇式的民营企业家，一度被称为陕西宝鸡的许家印。当年给李黑骥起这个称号的人可能有拍李黑骥马屁的想法，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给李黑骥下了一个魔咒。最终李黑骥果然走上了许家印的道路。对东菱集团破产的原因，专家有很多说法，什么过度扩张、市场变化、管理不善等等，但根本原因就一个：中国钢铁行业产能极端过剩，同行业竞争残酷到了两败俱伤的地步。东菱集团的破产只是当前中国钢铁行业困境的一个缩影。在过去这些年，大型钢厂倒闭的事例层出不穷。据中共自己的今日钢铁报道，2024年前6个月，中国钢铁行业亏损累计638亿元，2314家钢企出现亏损，行业负债总额达到50208亿元。近20家上市的中国钢铁冶炼企业近期披露了2024年上半年业绩预报，其中80%上市钢企今年亏损，60%的亏损幅度比去年扩大。在中国钢铁产业极度残酷的竞争中，用压价亏本卖的方式抢夺市场已经成为常态。从2018年开始到破产前，东菱集团走的就是这条路。一方面它的营业收入一路走高，另一方面它的净利润却连年降低，直至近日整个东菱集团轰然倒塌。目前东菱集团18000名员工面临的命运，其实和太平洋彼岸智利的钢铁工人菲利佩的命运非常相似。那么击败美国捷克所在的 Cubic PV 公司的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命运又是如何呢？中国太阳能产业的状态已经完全无法用商业逻辑来推断了，只能用疯狂这个词来描述了。目前中国的全国太阳能工厂产能已经是全球需求的2倍了。注意了，这里是全球需求的2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各地目前还在继续建造更多的太阳能产业的生产工厂。因为产能极度过剩，中国太阳能产业的制造商正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抢夺市场份额，产品的批发价2023年就暴降了1半，在这个基础上，今年又下跌了25%。这种疯狂降价模式造成过去1年中国5大电池板及其他设备制造商的股价下跌了1半。6月以来，至少有7家中国大型制造商宣布，今年上半年会出现严重亏损。为了削减成本，中国各地太阳能产品制造商已经裁减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员工，还有大型太阳能公司强迫员工休1年的无薪假期，或者给留下工作的员工减薪30%。由此看来，很多中国太阳能企业的员工其实也面临和美国捷克类似的命运。当今世界就面对着这样一个极度荒谬的场景，在一场蔓延全球的商业竞争中，每个人都在遍体鳞伤的拼命砍杀，
死去的已经死去，活着的还在考虑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去。一片红海中看不到一个赢家。那么是谁发动的这场残酷的战争呢？8月2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篇分析文章，标题就是中国为何启动新一轮贸易战。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出现的数十年少见的疲软境况，中国领导人在2023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当时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众多经济人士都提出，中国经济应该摆脱对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过度依赖，优先考虑推动中国国内消费，把中国的经济模式逐渐转型为类似于美国的主要依赖内需支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从后来中共的文件和宣传口径来看，习近平没有采纳这个模仿美国内需做经济引擎的思路。习近平这个决定主要源于他的2个思维认知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习近平以主流世界为假想敌的思维惯性。习近平从中共和世界最终会进入极端对立的这个思路出发，认为中国必须建立一整套全方位的独立的工业供应链，以便当西方国家在某种情况下开始对中共实施严厉制裁时，中国国内经济依然能保持正常运转。第二个原则是习近平让中国人吃苦的思维惯性。习近平的言论中贯穿着一种希望中国人能保持吃苦习惯的偏执，因此他从骨子里反对中国人走上美国式的消费的生活方式，认为那是一种浪费。基于这2个思维原则，习近平最终决定，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困境，中国依然必须依靠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发展。习近平特别强调，通过发展新能源、电动汽车、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产业升级，也就是习近平新创的新质生产力一词的核心概念。但与此同时，习近平还提出了制造业先立后破的原则，就是在开发这些新领域的同时，老的制造业，例如钢铁等，依然要保持。习近平这个发展中国经济的思路，在2023年12月中共的一个决定2024年经济议程的会议上清晰展现出来。会议的官方记录中，一方面承认部分行业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但是核心思想是强调习近平扩大中国工业生产、制造业先立后破的原则。今年3月，习近平在1年1度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进一步重申了他的这个经济发展原则。看清中共的这个经济政策的来源和出发点，对理清当前和短期内中国经济的政策走向非常关键。有一点要明确的是，习近平的这个决定不是提出了什么新的经济政策，恰恰相反，习近平的这个决定是明确了中国必须延续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重制造出口、轻内需消费的这个发展模式。这个决定是在中国内需顶梁柱房地产崩塌的情况下做出的，是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日益分裂的世界格局下做出来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体量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正是这个新的大背景，让习近平这个不顾一切坚持走老路子的决定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中共否认自己还在用计划经济的老模式管理中国的经济，但是中共对中国经济的干预只是表面的手段不同，管理思维的本质依然是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内核。在毛时代，中共是明确告诉各个汽车厂生产多少辆汽车，现在中共是靠非常激进的政府补贴、土地税务政策以及银行贷款等方式，严格把控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以政府补贴为例，它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控制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中国经济艰难的当下，为确保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的实施，中共在这方面还加大了力度。根据位于上海的中国金融信息服务公司万德提供的数据，2023年深圳和上海上市公司申报的政府补贴总额达33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了23%。中国电池制造大户
宁德时代获得了约8亿美元的中共补贴，是2022年补贴额的2倍。目前99%的中国上市公司都明确披露了某种形式的中共补贴。中共投入扶持他想发展的产业的资金量相当于整个中国 GDP 的5%，这一比例较美国、德国和日本都高出了许多倍。而这些政府补贴的方向都是中共官员意志的表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埃伦最近见了中国一个贫困农业省的省长。当埃伦向这个省长询问他经济优先事项时，省长对农业项目只字不提，列举的全是符合习近平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例如半导体、机器人、航空航天、电池、电动汽车等。这让埃伦明确感受到了中共官员对发展习近平强调的制造业的偏执。因为中共对中国银行系统的全方位控制，因此哪个领域能得到多少银行贷款也完全在中共的控制下。中共央行4月就明确表示，已设立一项规模约700亿美元的新机制，将推动银行向科技企业放贷。5月份，一个为中国半导体生产提供融资的国家基金一下就从中共党有银行筹集了48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严重扭曲了市场对中国产业投资的导向作用。中共政策投资的方向就那么几个时髦的制造业，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些领域的产能早已经严重饱和了，但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政府补贴和贷款明确摆在那里，这年头谁会和钱较真儿过不去呢？有钱谁会推辞呢？结果是大量资金连绵不绝地投入到有限的领域中，拿钱时风光无限，但是等用钱把生产线建好后，大家就都傻眼了。中国内燃机汽车的产能是每年4000万辆，现在又增加了每年1000多万辆的电动车的产能，而中国每年的汽车销售只有2200万辆，连产能的一半都消化不掉。中国太阳能电池的年产量是750 G 瓦，而中国的内需只有220 G 瓦，连产能的1/3都消化不掉。这种极度产能过剩的第一效应就是同类企业在中国国内市场杀红了眼，为了能出货，普遍降价到亏本。即使这样，很多类似领域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裁员倒闭的命运。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这些数倍于中国内需的过剩产能当然要到海外寻求出路。中国以外的相关产业，那都是在正常市场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指望赚正常市场收入的那种状态。他们哪里经得起从中国杀出来的这些卖货不要命的企业的竞争呀？结果一下子就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众多领域的市场迅速被中国企业占有。自2021年底以来的3年中，中国整体出口量增长了 10%， 而全球出口总量却只增长了 1.5%。 中共产能输出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共一手促成的产能过剩，不光让中国工人痛苦失业，这种痛苦也通过全球化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的太阳能工程师杰克，智利的钢铁工人费利佩等，都是这次中共输出产能过剩的直接受害者。这次被中共产能过剩输出冲击的国家遍布全球，并涵盖各种高端领域。这轮冲击后，很多国家的整个产业基础都面临崩溃的命运。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到欧洲，欧洲汽车制造商目前已经裁员超过1万人。目前我还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中共这次用极端过剩的产能快速击垮世界众多国家的重要产业领域是中共有意的谋划。一些海外媒体的确注意到，中共用这种违背商业常理的方式，刻意扶植发展一些核心领域，造成中国在这些领域出现恶性竞争，然后中共允许这些企业在竞争中自生自灭。
一些海外媒体对此表示不理解，而另一些媒体甚至感觉中共至少在这一点上是遵循了市场运行规则的。对此，我有不同解读。目前在世界贸易中发生的这场冲突，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当年蒙古人对世界的冲击。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以部落为单位生活，他们在蒙古草原上的一生都是互相屠杀和劫掠。正是这种一代又一代从小就在你死我活的环境中生存，让当年的蒙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嗜血成性，他们轻视自己的生命，更轻视别人的生命。能够在这种极其惨烈的恶斗中胜出的统一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自然继承了一大批蒙古的凶兵悍将。因此当他走出蒙古草原，向东向西向南一路征服世界时，他们的作战风格往往会把对手吓得目瞪口呆。史书上记载，和蒙古兵对仗时，长枪插到蒙古人的脸上都不能减缓他们满身鲜血的扑过来杀你的速度，这让很多其他国家的士兵当场就吓得斗志全无。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决定，中国必须不断加强制造业生产能力，甚至把众多领域的产能扩张到无理性的境地。他们的这个决定造成目前中国制造业击垮了世界各国众多产业。我希望这个状态不是他们有意在模拟蒙古人当年兵争天下的过程，不是他们原先有意设计的结果，也就是他们在中国国内人为制造出极度的产能过剩，让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恶性竞争，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练兵的过程，然后让胜出的做大的中国企业走出中国，去为他们在国际市场冲锋陷阵，快速击垮其他国家的相关产业链，最后形成中国制造业独步天下的结果。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习近平在决定强化制造业的当初并没有看到现在这个结果，但是当这个现实结果展现在他眼前时，这却让他感觉到格外的满意。因为这个结果既增加了中国的外贸净收入，提高了中国的经济，又击垮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制造业，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样的结果坚定了他不顾一切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我有这个想法，一个原因是我注意到中共在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上态度近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习近平和他的经济团队曾经也为中国的产能过剩苦恼过，还为减少产能过剩努力过。2015年，习近平特意命他当时的经济主管刘鹤实施改革，解决中国钢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那次改革中，中共关停了许多中小型民营钢厂和其他一些企业。但是中共现在在产能过剩这个问题上态度是越来越强硬，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谁提这个问题跟谁急眼。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中国时，着重提到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希望中共能够出台更多的政策，让中国人有钱消费，刺激中国的内需。耶伦走后不久，5月，中共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中共在产能过剩的推动下出现国际出口量暴涨的情况进行辩解，说这对世界来说是好事，并指责美国西方其他国家有意炒作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以便为自己谋取国际竞争优势。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份在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也发表讲话，声称中国制造业的优势真正根源不在于政府补贴，而在于中国企业的庞大规模降低了成本。中共和习近平挑起的这场贸易战，全球都是受害者，他对很多国家产业链的打击都是致命的，对此世界不可能一声不吭地坐以待毙。近期欧盟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美国提高了对中国钢铁、铝、电动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关税，就连和中共走得很近的土耳其、巴基斯坦也纷纷提高对中国的相关关税。同时，印度、日本、英国、阿根廷、越南等国也陆续表示开始对中国商品展开反倾销调查。对于世界的反击，一方面
中共做出了象征性的回应，例如中共工信部8月发布了一项草案，表示太阳能企业在新建或扩建工厂时只能获得70%的贷款，而不是之前的80%的贷款。这样的举措对减少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其实毫无意义。而另一方面，中国也充分利用民主国家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差异，尽可能让这些国家最后出台的回击政策失败。例如，利用一些国家对中国有进口也有出口，使得他们这些人游说政府，让政府增加的关税小到不足以抵消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智利钢厂倒闭就是这样的例子。智利政府表面也提高了对中国进口钢铁的关税，但是菲律宾所在的钢厂最后还是被中国进口钢材给逼破产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在全球化的框架下直接碾压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让习近平的意志凌驾在各个国家的政府之上。例如，美国拜登政府花巨资想推动美国的制造业，特别是绿色能源等领域，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捷克所在的太阳能相关产品公司 Cubic PV 却眼看着被中国的过剩产能给彻底击垮，让拜登政府的投资打了水漂。对此，美国和世界还能容忍多久？2017年，中共和川普政府之间的贸易战玩残了世界贸易组织。目前，中共产能过剩引发的这轮国际贸易战，会不会成为终结全球化的开始呢？8月22日，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上，高调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功勋彪炳史册，永立后人。随后，中共中央军委也跟风开纪念会，中共媒体也开始高调纪念邓小平。于是网上就有人评论说，习近平要回归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了。习近平过去的确曾隐晦地贬低过邓小平，那是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在中共党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领袖的位置。那是因为只有那样，他才能在中共党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划时代的伟大领袖的地位，而不是简单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但是即使在习近平诠释中共历史的三段论中，他也是承认邓小平是开创中共第二个历史阶段的标杆性人物。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称，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表面看，他既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决定用坦克镇压6·4学生运动的核心决策人。但实质上，邓小平的这些行动其实不矛盾，因为这些决定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给中共续命。在这一点上，习近平的目标和邓小平是高度一致的。就这一点，习近平当然要高调赞扬邓小平对中共的丰功伟绩。习近平和邓小平的不同之处，只是在具体该如何做才能最有效地给中共续命上不同。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强调以国家安全为中心。邓小平强调改革和开放，而习近平更多强调的是改革，而习近平的改革内涵也和邓小平的不一样。在国际事务上，邓小平强调的是韬光养晦，而习近平强调的是斗争。因此，习近平完全可能一方面高调歌颂邓小平为中共续命的贡献，另一方面从和欧美中有一战的心态出发，推动中国的产能过剩，并以此来利用全球贸易击垮世界制造业，实现习近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划。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